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付前少。最近，据印度媒体《欧亚时报》网站报道，在未来的中印较量中，两国的国产单发战斗机 LCA 和歼十很有可能会相互碰面。那么，一旦这两款战斗机在空中进行格斗时，谁会占优呢？印度专家认为，由于 LCA 的翼载荷比较低，因此，它的高空作战、转弯半径、爬升率和巡航速度等方面都具有优势。即使是该机的推动比比较差，但也可以在未来通过换装推力更大的发动机来改善这种情况。而 LCA 光辉式战斗机，它的机体更小，那么小也有一定的优势，也就是说，该机很难在目视范围内的空战中被对手发现。此外呢，通过推出改进型的光辉 Mk2， 它的阻力呢估计会减小2%，并将跨音速的加速性提高20%。印度的官员还表示，光辉 Mk2 将是一款与 Mk1 完全不同的飞机，因此呢，需要有一定的研制时间和经费才能保证。那么，光辉 Mk2 大概要到2028年或者是2030年。才有可能服役。那么，一旦这款改进型的光辉战斗机服役了，它就可以和中国的歼十 C 相匹敌了。那么情况到底如何呢？首先，它讲光辉战斗机的个头比较小，在目视范围内呢不太容易被发现。这个有没有道理？有一定的道理。个头小，当然可能不太容易被看到，但是这个差距应该说不是很大。尽管它属于轻型战斗机，而歼十呢属于中型战斗机，但是就尺寸而言，差异并不是很大。那么，印度媒体还强调说，光辉战斗机它的高速性能比较好，特别是超音速性能比较好，这个可能就属于胡扯了。因为由于光辉战斗机在设计的时候存在着一系列的问题，造成了阻力大，而且呢机体严重超重，它的最大飞行速度目前只能维持在音速的1.4倍左右，再要想往上提升，那就比较难了。即使是换装了发动机，依然很难保证它能飞到音速的2倍。而歼十战斗机早期的歼十 A， 随随便便就可以超过音速的2倍，因此在这最大速度和加速性方面 ，LCA 光辉再怎么改都很难与歼十匹敌。那么说到机动性，印度媒体认为 ，LCA 光辉战斗机的翼面积比较大，翼载荷比较小，因此在机动格斗方面有一定的优势。但是如果它超重了，那么翼载荷的优势呢又不存在了。而且机动性除了跟翼载荷有关，还跟它的使用升力系数有关。光辉战斗机呢是一种无尾三角翼的战斗机，它的最大升力系数相对来讲比较低，而歼十系列战斗机采用的是压式气动布局，它可以充分利用压翼产生的脱铁涡给主翼增升，因此在升力系数这个方面，歼十战斗机呢依然会占据较大的优势。实际上，印度军方呢已经看到了光辉和歼十的差距，因此它下一步的改进是要给光辉战斗机加装压翼，当然，同时也要换装发动机，飞机的尺寸也做相应的加大。最终呢，它的尺寸、外形以及动力系统可能跟歼十 C 就比较接近了。但是歼十 C 具有半隐身的能力，而光辉战斗机目前还没有做隐身方面的考虑。从这个角度讲，哪怕你是到了2030年把光辉 Mk2 改型出来了，要想和我们今天的歼十 C 抗衡，依然存在着差距。最新的改进型 Mk2 要想达到歼十 C 的水平，恐怕还要做大量的改进改型，才有可能接近。好，今天的介绍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。